像前阵子呢，我们有一支关于台马海缆断裂的影片，是之前有引起一些讨论，然后一些网友是质疑说，我们可能为了保持中立，所以有帮中国渔船说话的感觉，然后也有在淡化他们破坏台湾海缆的这个行为。那志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你从侧翼变成同路人，选一边嘛，要哪一边？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我是关杰。大家好，我是欣妮。好，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我们150万的 Q&A 哦。耶！要谢吗？耶！超赞！我快笑死了，有这怕吗？那现在录影的当下呢，我们频道的订阅数其实已经来到157万了，每次都在拖，真的。然后距离我们上次订阅数 Q&A 的影片呢，是3年前的事情哦。哇，真的这么久？我靠！超久哇！现在频道的订阅数突破150万，老实说，真的是一个当时没有想过的数字，所以是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因为真的蛮久没有用这种 Q&A 的方式拍影片了，所以想说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另外呢，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回顾一下频道的变化。不过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有产品或平台上线之后，但不知道该怎么样让潜在用户产生兴趣呢？讲太多功能，怕用户没有耐心；讲太少，又怕没有特色。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支能够把复杂资讯说清楚的动画。子君设计的专长呢，就是把复杂难懂的资讯变得一目了然，让你的用户一看就懂，一听就想用。子君设计拥有将近10年的制作经验，从企划到制作，专业高效率，帮你洞察市场，找到用户痛点，并透过创意展现你的关键品牌价值。不仅风格多元、画面流畅，还能够结合实拍。只要有产品、平台或是服务展示的制作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那我们就先从一些比较辣的问题开始。OK。那偶尔会有网友留言问说，为什么我们有些题目不写？是不是不敢写？我觉得我们自己是真的没有什么不敢写或者是刻意闪避的议题。但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概念，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比较不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先从这个观看的动机判断。那如果是近期关注度高啊、事件脉络复杂的题目，那通常大众会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有疑惑嘛，或者是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想要帮大家整理一下资讯，再做成影片。不过我们当然不是哪个议题热度高，然后就做哪个议题。那其实团队内部还是会有一些执行面的考量啊，跟困难点。我觉得其实自己在做的经验里面，更多时候就是执行上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比如说资料不够嘛，就是有些事情它虽然讨论度很高，可是如果它的脉络很单一，那个资讯我们可能一下就讲完了，就很难写成一个10分钟的影片。所以我们现在有 shorts，对，我们再就用 shorts 的方式把它处理掉。就另外一个情形就是那个东西它可能季节还不明朗，或者还在发酵当中，那我们判断到后面有很多变化的话，我们写起来其实会很痛苦。我们需要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不然我们一直写的时候就会一直发生改。那希望就等到它有一个相对阶段性的结果后，我们再做影片。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蛮关键是，有些题目实在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对，太远，就是我们没有那个专业，或者我们也找不到可以来咨询的人。那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没办法做，所以大部分时候真的不是不做或是不敢做某些议题，而是没办法做，或者还在等。再来还有一个蛮常见的问题，就是志祺77是不是侧翼？有收政府的钱？3不5时就有人问，每天应该都有。我觉得像这类质疑呢，一大部分呢会源自于有些人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他觉得影片内容蛮偏袒执政党，或是没有大骂执政党，所以呢就会推测我们有收政府的钱，然后政府呢也会把持我们的内容方向等等。但事实上就是没有。那如果是关于有做标案之类的，那各位如果你还没有更新过标案相关的资讯，可以看这支影片。就之前我们回应过王宏威大大这支影片，大家可以在里面得到非常多相关的资讯。那如果你是没有看过这支影片，然后就听别人在网络上面的谣言，然后你就想要继续留这些东西，我也是觉得就祝福大家，就希望呢你未来可以一切顺利，真的。那讲到侧翼，我们可以带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有网友会讲到志祺77是侧翼的时候，然后同时就会出现志祺77明明就是假中立，为什么不承认的这件事情，这样。哦，这边其实突然想到，有的时候我会在一些留言上面看到有人说我有党证，我没有党证，好吗？就是我每次都要在这些留言里面才会知道，就是我有党证，为什么不知道？然后我甚至看过一个老师，他老师然后这边跟别人留言说我有党证，别人都不知道。我想说，大哥在哪里？对，你是一个老师，你可以认真一点吗？好好的看待你的资讯，太荒谬了！到现在还可以传我的党证，我想说这世界真的是阿弥陀佛。
好，志祺刚刚分享这件事之外，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提出来讨论，就是像前阵子呢，我们有一支关于台马海缆锻炼的影片，是之前有引起一些讨论，然后一些网友是质疑说，我们可能为了保持中立，所以有帮中国渔船说话的感觉，然后也有在淡化他们破坏台湾海缆的这个行为。那志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你从侧翼变成同路人，选一边嘛，要哪一边？我有被传这个讯息说，张志祺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贴了那篇文章，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挞伐给我，然后我就想说，我们那支影片到底要怎么样被解读成是帮中国讲话？然后还打开了逐字稿。我们整篇里面讲了一大堆中国在做灰色作战，然后再讲说他们讲的这个论点，然后别人的反驳是长怎么样，然后最后的结论是要大家要很小心这件事情，要多关注，这样可以变成是帮中国政府讲话。甚至我记得有人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做平衡报道，一点话都没有说。我想说，哇，我真的是看得头超痛，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自我确认偏误， OK 大家只想要看到自己想看的事情。当我们在写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直接咬定说就是这样，那我们会加很多一些对我来说是客观啊，但看看你怎么想。我们想说这个资讯根据报道，他是这样讲，根据船长，根据哪里的说法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但我觉得大家好像期待我们直接讲说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绪跟认知上的落差。我相信也有一部分的人是非常的对这些事情很着急、很无力啦，所以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但事实上，我觉得把这篇文章好好的看完。它的最后就是跟大家所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如果这个样子去解读，我觉得好像并不会帮助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真的有想要做得很中立客观吗？我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要中立客观吧，我一直觉得中立这件事情就没有很存在。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被贴上这件事情的。对啊，就是很多人说我们假中立，然后我就在想说，可是所以你也知道是假的啊，然后我们也从来没有讲过中立，就是困惑。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家对中立的想象是非常的单薄的，他们会觉得说你只要两边的东西都讲就是中立，所以你两边的东西都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有边讲的比较多，有边讲的比较少，那你就批评你是假中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想要做尽量呈现两边的资讯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贴上中立的标签，那大家又对你有中立的期待，但就绝对不可能满足那个期待的时候，你就一直会被贴假中立的标签。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影片是在呈现我们在看这个议题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对某件事情并不是非常熟悉的人，所以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过程当中本来就会去参考不同立场的资讯，然后从不同立场的资讯还有立场之间的互相博弈也好，或互相辩证也好，去找到说我们最后觉得应该怎么看，或者是把这个过程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去想想说，你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怎么看？所以这个过程自然而然，我们就是会放入很多不同立场的讨论。那这不是为了要说我今天为了保持中立这个目标，或者是这个呈现而选择这样。而是它就是这个过程。我自己偶尔会感觉到有点无助的原因，是因为这其实是创作者才会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你在做这样子的社会议题的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才会，甚至是你要是这个形式的人，你才会懂的事情。那我觉得，但凡讲到中立这个概念，我还是想要强调说，我们其实拍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谈过中立这件事情。就第一个，可能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中立这件事情是指不偏袒任何一方，站在对立的两边的正中间。那客观呢，是从这个外在的角度去观察，是我们有一个特定视角的观点。那我们其实不强调自己是一个中立客观的频道，而是我们想要透过表达不同的观点来促进这个理解或弭平这个认知的落差，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量的去多看看别人提供的资讯，来想象说这个到底会是长怎么样。我们是想要去理解一件事情的全貌，但是这个全貌当然在我们的制作的成本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时程上面，我们能够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它绝对是比较浅的。那我们也在后面，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粗浅的了解。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欢迎大家补充更多的资讯，或者是你要去看更多的事情。我会觉得我们在载体的限制之下去尽可能满足一些我们想要达成的诉求。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核心，就是我们自己对这些事情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想要了解，把这个过程当中分享给很多可能他今天是国中生、高中生，甚至是他刚出社会，他非常的忙碌，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待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频道还是一个蛮好的入口。我们是希望达成这样的目标，那当然做不做好，我们还有持续进步的空间。不过如果把要做很深度的论述的目标套到我们身上，然后说你没有做到这样子，我就好吧，我真的做不到，我没有什么办法。对，好的，那辣问题的最后一题 ，OK， 就是有网友会说，请问志祺七七平常是不是会删留言？
哎，我觉留得言这件事可以就是讲回我们前几个月认知作战的那一件事情。当时我们影片有一段内容论述，就是有引发不同立场的网友留言，然后有人发现自己的留言不见了，所以就质疑我们说志祺七七是不是删留言，然后甚至还有迪卡的文章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想要问问两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或是回应吗？就真的没有删，就没删。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难证就是说我有留言了，我留言不见了，对我留言不见了，这我到底要怎么证明？我只能够开系统说我们就是没有删嘛。那老实说，我们团队真的没有人有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后来去查，当然有些留言呢是被 YouTube 的官方给隐藏掉。我们当时去看后台，是有些甚至支持我们的留言，或是给我们超级感谢的留言，它也被后面挡掉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但总之呢，我们是不会删留言的，就是没那么无聊。但是我个人的 IG 的 search， 如果你常常留一些奇怪的留言，就是那种充满攻击性的，看到老实说，我就是会封锁。就是这个在 search 上面是会发生的，因为我就没有想到我的 search 上面出现一大堆一直在骂人的东西，所以我看到我就是会封锁。YT 有些案例我们也会这样删，就是人身攻击跟洗版我们会删。那是 YT 会删的，就是人身攻击嘛，就有触及到这种版规的问题，就是人身攻击或者是恶意的大量洗版，那这种东西可能会删啊。但是基本上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骂我们的基本上不太会删的。对啊，无聊，就是没力气删了，这么多太累了。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其实当时我有去后台把那个东西全部爬出来。OK， 那些留言明明都还在，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在前台呈现出来，但到后台在，而且高赞说的都是骂我们的留言，我没有碰它。对啊，我没有碰它。无聊，好累哦。好的，那以上就是几个网友对于志祺七七就是比较常见的质疑。那希望这次的回答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想法。那再来要换个风格，就是进入相对轻松的 Q&A 环节啦。那录影之前，因为我们有特别开表单，就是收集观众还有粉丝的问题，然后想知道大家对频道、团队或者是志祺本人有没有什么好奇或想问的事情。那接下来的问题都是从表单里面精选出来的。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好，那首先是第一题，请问为什么频道叫志祺七七？为什么副频道是图文不符？哇，已经没有人知道图文不符是什么了。有够老啊！最近应该是会把志祺七七图文不符改成志祺七七。那图文不符其实是我们早期创业是一个专门在分享社会议题的懒人包相关的一个粉丝页面，因为我们就是图跟文的一些搭配，莫名其妙想不到名字就叫图文不符，我就开始了。那后来因为是从这个东西衍生做志祺七七的，就是觉得把这两个加起来，可能比较多人那个时候会知道图文不符，所以我们就把它用上去了。但后来我就觉得名字太长了，所以接下来应该就把它改叫做志祺七七了。而且是不是反过来了，就没有人知道图文不符了？它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当时叫志祺七七，就是因为我们7天都上片，然后7点上片嘛。一开始最早其实是每周7天，每天7点，然后每次7分钟。但后来发现7分钟是讲不完任何事情，所以呢也没有意义。而且 YouTube 呢又改成要8分钟才插中间的广告啊，所以改叫做志祺七七，每周7天，每天7点。那我们还是有维持每天都上片这个形式嘛？那频道以日更的形式就经营那么多年了，有没有真的遇到过什么压力很大的时刻？有吧，超多的吧？对啊，就想象过去我们可能在断更危机，对啊，断更危机很多时候啊，有的时候计划就做不出来嘛，或者是有的时候突然人力短缺啊等等。而且现在我们的计划算是比较充裕了，以前3个人哦。对，以前很少，3个计划还是要日更。没错，一开始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单纯了，所以那时候可能很多计划都要熬夜赶稿之类的。会，然后有的时候我也要熬夜，我也要写稿，还有剪片，我都有做过。那还好，已经脱离那个时候了。对，现在比较有余裕了，毕竟也是一个偏大型的频道，我觉得这是要有的。如果现在还没有这个余裕，哇，收起来，对，现在还做什么？不太行。好，那讲到执行面啊，就是也有观众好奇说，那在一个主题里面，我们从主题发想、讨论，然后到写稿啊、制作影片、后制处理啊，那这样整个下来，总共会耗费多少的时间跟精力？能不能稍微估一下？当然要看案例，就是有的题目简单，有的题目困难嘛。但我自己抓的平均工时是整套东西完成应该落在30小时的工时，但是这是把所有人的时间加起来了。我觉得最多的可能还是企划撰写部分。对，那个大概就占2/3左右了。对，然后因为我们剪辑其实相对单纯，我们的模板就是那几个。过去可能最累的时候是初剪，但是因为我们是用 Google Sheet 来管理我们的导演工作啦，这边我们其实是可以透过剪辑助理的帮忙来加速。那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机器人来帮助，我觉得应该是会在
再好一些些，可以再减少一些些。刚刚有提到企划写脚本花很多时间，那如果在写脚本之前，就是不同企划对于一个议题的见解不同的时候，那最后会怎么协调这个脚本的内容呢？这其实跟前面那个讨论的议题有关系。自己其实有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些影片是去讨论某件事情嘛，然后我们会看到里面那些正反辩证。当我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那个价值去看，怎么样的讲法其实是更符合我们本来的价值观，我们本来想做的事情，那其实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做。对。然后其实有一些影片的观点，我们也会提到了，对这个东西的想法，我们其实是有来回。对，我觉得大家会讲说我们的观点很废啊，或者怎么样，或者都没有在回答事情。可是因为它就在呈现这个讨论跟研究的过程，所以在我们的观点里面，真的蛮常是讲说我们其实对于这本书某些部分，我们其实是不认同，但我们觉得它有趣的地方是哪里？我不认为说像是今天做一集说书，我们就是要对他的这个书里面100% 同意，或者觉得他实在有够赞，我们才要分享。我觉得观点很多时候是一个启发，光是这个启发的价值就很大。所以我们很尝试这个书里面它是这样写的，然后我们最后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些研究其实还好，对，有些东西是觉得他这样讲太武断了，或者是他这个东西给了我们什么样子的想法，说对我们好像没有这样想过，不是代表说我们选了一本书就代表我们100% 认同这个价值。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也会烧嘛，就是写了一个图，然后说好像我就是认同这本书，我觉得这样都有点太武断了。好，那也有观众想问。现在如果想加入团队的话，还来得及吗？有没有什么选人的条件？我们最近应该是有要真人吧？对，我们其实外包合作是一直有在真人的，就是如果你有特殊领域的专业，我很欢迎你来找我们。对，然后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对比较大的讨论，就是我们是希望做一个比较能够展现我个人观点，然后还有生活风格的这样子的一个频道。但我们不太确定是频道还是节目项，反正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部分，跟我们过去所需要的专业人力其实就不一样。他可能需要更多对于生活风格的理解这样子的人员，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就会要真的。我们应该也会需要真企划、摄影之类的人才。对，那如果已经开放这个人才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资讯栏。有兴趣的话，再请大家多多留意真才资讯啦。没错。好，那再来是有人好奇，请问志祺一次台词背几句？平时是怎么背稿的？刚开始会觉得很难，一直 NG 吗？哇，竟然还有人觉得我是背稿的，是天才啊，过目不忘啊！我们是有读稿机的，这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不然的话，我每天都要花时间去背稿，这个制作效率会很烂啊。我们一个脚本呢，基本上都是3300字起跳，从一开始是2100到3300，现在都4000字，对，这真的是没有人背得起来。那想问志祺一开始读稿的时候，应该会难免有就是狂卡词啊、吃螺丝之类的，那你是怎么克服的？现在还是吧，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多啦。我觉得是就多练欸。当你每天就是被逼着要读大概6000字以上的时候，你久了就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克服它，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加一些语助词，就突然就是有个呢啊这样啊这部分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卡词了，我正在转。印象就是很深刻，一直录不好的经验。有啊，我应该有一段录了真的10几次卡住吧，这个真的很痛苦。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因为那段就很长，那你就要想办法跳开。我必须说，有的时候在读一些欧洲人名，你真的是很难抓。对，它有一大堆专业字，字真的会长得非常的像，就什么洛维他特，就是它一堆他的，然后之类的音的时候，你真的会没有办法。对，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戴牙套，我再稍微的矫正一下，那个有些之跟滋真的是不好发，超级多那种之的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会很痛苦。突然想到以前自己有写比较长的句子，觉得有点抱歉。对，因为文字的表达跟转换成口白还是差蛮多的，这没什么办法，但就是自己努力，然后有的时候就靠剪辑，就是把它盖一下，我觉得这样其实大家都比较舒服啦。志祺现在就是无情的读稿机器了。对，但我印象我应该是前几个月吧，有一次差一点又要 one take， 然后我就最后不小心又没有，好可惜哦，差一点，我已经很久没有 one take 了。4000字要 one take 真的是很累。哇，你每天早上都在玩 one take。对啊，4000太难了吧？但我对啊 ，first take。对。当这件事情累积了，我们现在已经要7年了嘛，就是7年每天早上都读一篇3000字有整理过的报告，这其实真的会让你的谈字或者是让你的人生的观点或包容性变比较大。因为很多智库了。对，就是别人会问我说，你怎么会懂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读一篇脚本。好，那讲到演出，就是因为现在关杰也有担任出镜者的角色，所以就是有观众好奇说，那还有其他人就是会想要一起拍短影片嘛？那我想这位观众应该是对关杰在 short
里面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才会这么问。好，据我所知，短影片应该目前就是只有关杰跟维会出镜嘛。对啊，不过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团队成员上镜头的话，其实可以看我们会员频道。对，会员频道比较多。对，比较多，大家会出现这样。但我们都是很尊重大家意愿，就是你想上就上，不想上的话不要上。我觉得在我们会员频道里面，大概是可以看到一些正片没有的有趣故事，然后呢也会有这个成员们的互动影片，像是3月的会员真心话，就是成员们就会大家一起聊聊天啊，然后回答大家问卷的问题。那欢迎点击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哦。很直觉的想法是，我可以不要变成巨人吗？他们都没有穿衣服。那个星星不是星星啦，那个叫什么？哦，极客吗？手指巨人，它有毛啊。那还是我喜欢。哎，对啊，那不然这样小狗也有穿衣服，它有毛。好，再来，有没有考虑过做第一手资讯，例如暗访，直接点出新的社会议题，不要局限在当下已有的议题呢？正好最近其实有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内容跟哈是比较接近的，但我们哈的做法的成本是太高了，因为我在想未来这种长影片的内容大概就是2个方向，就是一个是更好的策展方向，那另外就是有办法继续产内容的方向。然后就是看未来我们有资源可以投入到哪个地方。我自己的感觉是有机会，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没有记者嘛，他其实需要一个议题，例如说大家觉得那个西兰的影片非常好，但就是需要有一个人认真的专注去研究，可能2个月左右，然后去找一些人访谈。但过去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做法，然后加上剪辑等等把它呈现出来。但我觉得这社会的确还是有蛮多让人愤怒或痛心的事情。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透过记者的合作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所以最近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合作讨论。那如果之后有的话，可以让大家看一看这样子。那刚刚是新的节目线的问题，那我想帮观众追问，就是有关旧的节目线，为什么宅气77消失了？神秘职业大揭秘系列还会更新吗？执行上我们是不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或困难啊？我觉得这或许可以请关姐来分享一下。我要老实说，宅气77以前是一个我们用来垫档的。对，刚刚前面讲就是我们以前企划人力太少了，然后有时候实在是生不出脚本的时候，我说志奇你赶快分享几个你最近看的动漫，对，撑一集。往好的方面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需要垫档节目。对，我的人物设定没了，大家就会忘记宅气77，哇，居然有观众还记得。最近不是王虫突然变成草指数加分的圣物吗？然后我就回去看一下，说，我们以前王虫分享的影片多少观看？15万，我傻眼。我想说，以前是15万，那很多那是不是可以让宅气77回归一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新的频道或者节目线，对，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像一个读稿基本人，就是越来越失去了这个我的生活风格上面的一些事情。那这当然在商业上面也会有一些困境，所以因为毕竟叫自媒体，就是你要能够呈现自己的生活风格，或者是用生活风格去引领大家的兴趣啊，或者是这些喜好啊等等。这个之后应该是有机会再出来了，应该有在规划。然后第2个那个神秘职业大挑战，其实我们只是没有这个名字啦，就我们现在的强者我们有访谈，对，就把它合在一起，没错。那接下来就是有网友也想知道说，如果频道达成200万订阅，那对频道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哦，真的有人会关心这种议题，真的耶，好酷哦！是真的有，真的有人问，这不是暗装吗？不是哦，我们当然还是想要到200万。你说它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吗？里程碑的意义？对，就是会想要这样子，好像原因第一个当然是你自己的一些好朋友们，大家都是200多万的，然后你会觉得啊，同侪压力吗？居然是，对，你会希望我是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人嘛？对，会有这种对。可我这才1.5，对，我这样只有1.5，他们都2.8，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啊。然后我还是相信有一个讨论这样事情的频道，然后它很大，这是一个蛮好的鼓舞。对，所以甚至是如果我能够让它的商业运转很好的话，还是觉得蛮多人会愿意投入这里面的吧。我是比较相信这种有点虚无缥缈的事情。然后第2个当然是团队的士气，我觉得还是有，就是我们是在一个200万，这真的是个大频道了。到200万我就敢讲自己是一个大频道。那我觉得偷笑，要偷笑，要持续努力，对，要更好，要更好。我觉得还是我们做得到，毕竟我们以前只以为我们只会30-40万了，对啊，现在都到150几，其实很厉害，到现在都还1个月1.5万在涨，这其实真的是蛮厉害的。赞。好，那我追问一下，观众想问志祺说，那下一个5年，就是在 YouTube 圈，你会期许自己扮演什么角色，或者是发挥怎样的？哇靠，理事长支持！哇，天啊，这样有人问到这么深的问题哦。观众们都非常的认真问问题。我过去在
职涯的前进当中，还是受到前辈帮助啦，在我的机会的启发上，或者是思想上面有些成长。所以能的话，我还是会希望有机会把可能我的人脉圈，或者是我们研究到的事情，用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是一个所谓的平均上调的状态，就是少走冤枉路。对，有些东西是你测了之后，你就可以跟大家讲，或者是有些说哦，你做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要多少钱，你要大概多久，或者是这个节目我们是怎么想的，像是我们的脚本怎么做的，我都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商业机密的事情，我反而认为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器人，我们用在哪个地方？大部分的台湾创作者还是比较小，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自动化。对。可是其实有很多自动化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那些其实是要测试是很耗成本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够帮助到大家，这点还蛮好的。我有时候会想说阿弟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就是在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支持他。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在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自己失落的过程当中，就是受过他的帮助，不管是一个关心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但老实说，我觉得我过去不是一个这样子个性的人，我是比较大爱人。对，我就是过我自己的。这大家如果是录影的同事都知道，就是我基本上录完影我就跑回家了，我就跑回家自己工作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我比较难有想要去很频繁的关注大家现在的心理的状态。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从阿弟身上学到的。如果我现在有了这样子的余裕跟能力，好像可以多做一些这个事情。我相信会在未来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回向吧，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挫折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那个时候会给我们力量。这大概是目前的想法吧，没有什么太伟大的事。能量的回答。对我基本上还是一个正能量的人。赞。好，那问完频道跟团队相关的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换跟志祺本人有关的问题啦。那关姐要干嘛？她要担任吐槽我的角色。我们演慢才是不是？等一下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带到关姐啦，这样。好，那因为对于观众来说，就是志祺一定是频道里面最贴近大家的核心人物嘛。那所以我们就是在问卷上有特别开个栏位，然后看看大家对志祺有没有什么好奇。那我们最后收集到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想要用快问快答的方式，就是先请志祺快速简单的回答一下问题。好，那第一题有观众问你，有打算来马来西亚旅游吗？他想见你。哇，他想见我。但马来西亚好热，所以是不要的意思吗？马来西亚人怎么看？是连在台湾都没在办，你想要去马来西亚办？那答案应该是暂时没有。好，第二题，关杰平常跟志祺私下互动是不是蛮尬的？他说 ：“Oh my god， 什么？好像没有吧？会尬吗？还好啦。我觉得这边一定会被恶意剪辑。被你发现了。好，3会想要举办粉丝见面会吗？哇，我其实觉得这个会很尬对，这个才会尬，这超尬。我好像不太敢叫大家粉丝，我觉得这好像自己有跟大家有个距离。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观众或我们的社群，但我觉得很难除非哪天我们有了一些书或者一些成果发表会，然后大家一起见个面聊聊天，我觉得可以。对，那单纯粉丝见面实在是好尬。对啊，我要跟他分享什么好尬，握手吗？3拍5抱罗志祥，然后我在那边就。像Hook一样办那个音乐会这样。对，我觉得好像有这种形式的话可以，但我没有嘛，就生日会吗？王虫展示会。那你要买很多王虫现在开始买超贵。我们之前有办过展览嘛，但太贵，成本太高了，比较难。那我帮大家总结，不会。好，第4题，志祺平常花多少时间梳化？每天大概20到30，其实主要都是弄头发，把它弄好，然后定型，因为我们要拍很久，你知道要早上拍完之后，通常像现在是下午，已经接近傍晚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要做。但妆就没有怎么做，妆就是防晒就弄上去，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痘疤什么的，就是遮一下而已，就这样。OK， 好，那第5题，志祺有几件黑色的衣服？超多件的。好，数不完。那第6题，喜欢吃香菜吗？喜欢，很喜欢。哇，出乎我意料。是哦，我很喜欢吃芹菜跟香菜。OK， 好，那第7题，最喜欢的素食是什么？哇，他其实最近没有在吃素食。我觉得我最常吃的是21世纪，因为它是烤鸡，而且它烤鸡又不贵，所以就是一堆蛋白质。我每天健身完了之后，就是可能会买2-3根鸡腿，然后就那边啃，然后就好太好，晚上不用想事情了。志祺现在已经，志祺现在是健康的素食了。11是777，好没有 ？OK， 好，那第8题，瘦身维持的动力是什么呢？对，就想要跟需要都有啊。健康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就开始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的时候，状态蛮好的，我想事情变得比较清晰。然后另外上镜得到的好评也好，或者是有些穿搭觉得蛮好玩的，这样子自己穿起来也蛮好看的，大概就这几个吧。好，
那平常健身的频率是多少？我现在是每天都会运动80分钟，所以里面是40分钟的走路加40分钟，1到5的话是重训，然后假日的话会把重训变成是慢跑，所以每天都是80分钟。哇，好，那第10题，放假最喜欢做什么最废的事呢？睡觉，我很认真的在睡觉，放假都在睡觉，然后会看很多的漫画。好赞，快问快答结束，其实也不太算是快问快答，希望大家都比较了解志祺啦。那再来有几个问题也想要再继续追问。好，那首先是志祺很常被认出来吗？那被认出来会不会吓到？我觉得我应该其实是常被认出来，但大家也都没有怎么打扰我，所以还好。但是反正你不要在什么之前在厕所啦，然后在我在漫画店买成人漫的时候，还有什么啊？还有那种我明显就是不太适合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是认出我，然后要跟我拍照，我会比较困扰。但反正你只要看到我是没有戴口罩，然后不是出现在厕所，或者像刚刚讲这种成人漫画店里面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跟我打招呼。成人漫画店也可以，我上班常在那边遇到观众。对，我是买漫画，只是那边有成人漫画而已。好哦。志祺就是变成公众人物之后，会觉得平常生活变得比较没隐私吗？还是我觉得有我觉得这个真的其实超乎想象的没隐私。怎么说？就是你真的会在各种时候被认出来，例如说在你家的门口被别人认出来，有的时候你只是吃个饭，然后别人认出来，然后就跑来跟你打招呼，然后就一堆人跑来跟你打招呼，或者是店家就会说啊我请你客，我不用付钱，然后你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想到这样。那另外想要问问管姐，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蛮常出镜的，那你有没有在公共场合看过自己的影片或是广告？那你看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法？对，我被认。广告有，但没有被认。我最惊讶是我有一次在我家附近搭捷运，然后下那个捷运楼梯，然后突然间那个 A 码吧，然后很大，我在荧幕上，我说什么？这什么东西？为什么？我没有把那个广告授权给 A 码，然后 A 码投广到捷运上，哇！然后就那个超大的捷运角，我说什么？当下我想说，要赶快跑之类的吗？倒还好，我脸皮很厚，所以才是我一直在上镜。那最后一题想要问跟志祺外貌有关，就是有观众想问说，因为志祺以前有因为自己的外貌体态而自卑，那现在就是变得那么帅，那志祺还会有这种感觉吗？你有自卑过吗？小的时候有，然后长大就已经接受了。小的时候因为我哥就很帅啊，你就是他太帅啊，然后会被讲啦。我觉得主要是说会有一些男性女乳啊，或者是大家就知道你就是比较胖啊这种大家多多少少，我觉得当过胖子的人一定都是有体验过那种一点点差别对待。对，我觉得这个偶尔会，但我必须说，我还是在大多的时候，我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特别感到自卑。我觉得我的这个心理的韧性算是偏强，所以还好。所以现在就是心态也都很平稳，跟之前也差不多这种感觉吗？对，我觉得我整体来说还是算平稳的人，因为现在睡得比较饱，就是我就逼自己每天要睡8小时，所以就是心情稳定，很健康。今天拿到这个健康报告，全绿字，哇，不能再更健康了。好，很赞很赞。以上就是我们这个150万订阅 Q&A 的内容，哇，真的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有机会走到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愿意继续跟着我们前行，看着我们走到 maybe 200-250万，那就希望大家多多担待，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的尝试，然后会有一些突破。那在这个尝试跟突破的前期，我觉得一定都是看起来很笨拙啦，就会怎么自己一个频道那么大，然后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尝试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代价，所以我们会尽力，但大家也跟我们一起放宽心，然后看着我们继续的前行。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77这个频道的魅力还是在于它持续努力跟持续进步的这种状态吧，希望跟我们一起进步。好，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欢迎分享出去。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订阅 Q&A 的相关影片。真的会有人想要看以前的订阅 Q&A 吗？好，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